这是一个输出全靠吼的世界。刚刚悟空被打得奄奄一息，然而他只是大叫一声，便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喷涌而出。此时龙神愣了愣，他竟然一直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原来小丑竟然是自己！猛然一击袭来，打得龙神面目狰狞，又是一拳将其打飞数百里。还没结束，悟空乘胜追击，接连对其攻击数下。结果龙神依旧没有倒下，他心中却有了个疑问：悟空到底是如何提升力量的？两人犹如流星一般爆射撞击，仅是战斗的余波便足以撕裂大地。两人交手的速度极快，就算是打败一位邪神的奇遇都无法看清这场战斗，仿佛眼前的只是一阵狂风罢了。另一边，超狼悟饭和马尔的战斗还未分出胜负，之前只是热身，如今才算是真正的战斗。邪神迅速又强劲的攻击，不仅被悟饭一一闪开，并且还做出了反击。如此下去，悟饭必胜无疑。然而他们低估了马尔的实力，或者高估了现在的悟饭，战局很快就扭转了。从烟雾之中爆射袭来的马尔，力量突然和悟饭持平了。他随着战斗时间的增长，力量也在增强，很快就超越了悟饭。观战的比克似乎看出了这一点，但他仍然选择相信悟饭的实力。龙神现在完全处于被动状态，甚至连还击都做不到。悟空此时的强大超乎想象，然而获得强劲的力量，不仅付出了寿命作为代价，甚至身体也无法支撑，全力一击打在龙神的身体上，竟然震碎了自己的臂骨。龙神瞅准机会，一手一个能量弹，由上而下顺势甩向悟空，恐怖如斯的紫色能量差点将其吞没，在千钧一发之际却被悟空化为乌有。还没从震撼中反应过来的龙神，便又挨了重重的一击。超100倍龟派气功波，龙神愣在了原地，仿佛被这巨大的能量吓傻了。当他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躲闪，巨型能量炮爆射袭来，无法躲避的龙神只能硬扛。悟空的力量还在增加，甚至将全身能量汇聚在能量炮上，这便是最强一击，也是最后一击。最终龙神被能量淹没，悟空精疲力尽，已无力再战。然而意外却发生了，烟雾之中，龙神萨拉玛不仅完好无损，甚至力量变得更强了。只见他大吼一声，贯穿天地的力量汇聚于一身。此时的他便是神，便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你知道超级龙珠是谁创造的吗？龙神萨拉玛在宇宙诞生之初便已存在，那时他还是拳王的左右手，但却做出了弑君夺位的大逆之举，为此还创造了超级龙珠。但他还没来得及使用，就被拳王驱逐到第13宇宙之中了。而如今他卷土重来，便是为了征服全宇宙。白神悟空的全功率龟派气功的能量尽数被龙神所吸收，因为他们在行动之前进行过特训，掌握了黑暗虹吸技能。强大的攻击只会让敌人更强，但现在悟空已无力进行反抗，就算知道这一切，也再无可能打败现在的龙神了。尽管他充满不甘，但也只能任人宰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奇遇救下了悟空。这个地表最强男人来了，他是目前唯一单枪匹马打败一个邪神的人，身上却没有任何神之力。当然，对于龙神的疑问，如果他愿意放下屠刀，奇遇定会言传身教。但龙神只是一心想拉他入伙，让这个光头做宇宙的统治者。奇遇委婉拒绝了龙神的邀请，一场大战迅速打响。龙神大吼一声，两人先是赛跑一段，奇遇找准机会一拳打在龙神的腹肌上，结果未撼动他分毫。然而龙神的一拳锤出，他却像急速坠落的流星，数座大山被他接连撞碎。看来一拳超人的名号要易主了呀！不仅如此，龙神甚至把台词也抢了过来。奇遇缓缓站起，大喝一声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！”奇遇开启一直保留的狂战士形态，此时他犹如战神一般无可匹敌，大地被他直接掀起万丈高。然而这并不是攻击手段，碎石只是奇遇借力进行落脚攻击的踏板。就这样攻击撤退，再攻击撤退，连续数百次，每一次攻击都足以摧毁星球，但对龙神来说如同挠痒一般。龙神双手汇聚出骇人的闪电能量，恐怖的电压将袭来的奇遇变成了电耗子。接着又是重重一锤，奇遇狠狠坠落地面，奄奄一息。龙神看着地上倒下的众多战士，杀心一下，一颗恐怖的能量弹被他召唤出来。龙神萨拉玛身为前任大神官，他的实力就连维斯都不敢挑战，只是带领众人先暂避锋芒。维斯将萨拉玛的身份告知了众人，他曾是最远古的神明之一，但觊觎王位，最终被驱逐到了13宇宙。就算是现在的大神官都不一定是其对手。
说曹操道。比鲁斯第一反应就是进行融合，难道融合真的能打败龙神萨拉满吗？你知道悟饭和比克的真实关系吗？为什么每次战斗都是比克站在他的身后，而悟空作为父亲却对儿子不管不问？超狼悟饭和邪神马尔的战斗还没结束，因为黑暗虹吸的原因，邪神越战越强。毫不知情的悟饭还夸下海口，称自己还有更强大的力量。马尔内心一喜，出言激将悟饭：“有本事你拿出来啊！”嫩头青果然上当了，悟饭开始吼叫蓄力，气息瞬间爆发，先扩散再集中，这是悟饭目前力量的极限。超级赛亚人完美蓝色形态，比普通蓝色战力要高出10倍。仅是一瞬间，马尔便挨了数击，悟饭爆射追上天空，两人在云层之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速度快到肉眼根本无法看清。如果不是比克已然成神，他恐怕都不适合待在这里，因为仅是战斗的余波都能将他压扁。完美形态的悟饭果然强悍，邪神在他的攻击下甚至没有还手的能力，只能任其宰割。悟饭也是一顿肉搏输出后将他垂落在地。奄奄一息的马尔甚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悟饭的祖传魔闪光就爆射而来，毁灭性的能量瞬间将其淹没。比克和悟饭以为战斗结束了，两人开始拉起了家常。突然一股强劲的气息出现，是马尔。遭受如此强烈的攻击只是有点刺痛，但他的气息却比之前强大了数倍，这就是黑暗虹吸的能力，越是强劲的攻击，邪神就会越强大。比克想要加入战斗，迅速解决对手。不愧是赛亚人浪的飞起，虽然比克再三劝说，但悟饭执意单挑，结果马尔的实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预算，速度和力量比刚刚提升的不止1星半点，简直是质的飞跃。尽管如此，悟饭还是逐渐跟上了他的战斗，在战斗中一次次突破极限，超越敌人，这本是赛亚人专有的能力。现在邪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两人化作流星在空中交织不断，每一次撞击空气都在震动，战斗愈演愈烈，远程轰击招招致命，近身肉搏拳拳到肉，但这只会让悟饭的身体更加沉重，而邪神却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一个瞬身来至身前，将悟饭狠狠锤进地面。比克汗颜，没有想到竟然会有如此变态的敌人，他想要出手帮助儿子，却被悟饭再次拒绝。难道他还隐藏了更强的力量吗？你知道比克是怎么成为龙神的吗？在那每颗星的传说中，龙族必须和自己的10个孩子融合，才能突破极限获得力量，成为龙神。比克已然成为强大的龙神，但是他对上邪神也只能带着悟饭跑路。就在刚刚，最浪赛亚人悟饭一意孤行，不听比克的劝说，足以摧毁星球的龟派气功射向马尔，然而却正中下怀。黑暗虹吸将其能量吸收得一干二净。悟饭和比克看着烟雾中毫发无损的马尔，害到了极点。吃饱了的邪神该结束战斗了，一发能量弹瞬间袭来，来不及躲闪的悟饭被淹没其中。浑身遍布伤痕的悟饭面对张狂至极的马尔，心中的不甘瞬间爆发。此时他已经乱了心神，开始胡乱攻击仪器，但这如同蚍蜉撼树，毫无用处。马尔仅是一脚便差点送他取经。比克看到奄奄一息的悟饭，刚准备出手相助，结果最浪悟饭猛然醒来，这是他的战斗，绝不允许比克插手。悟饭下定决心要自己争取胜利。回想起在精神时光屋的训练，悟饭想起了自己的最终绝招。此时的他如获新生，与之前大吼大叫完全不同。悟饭将全部能量汇聚在手中一摆，大地都在为之颤抖疯狂，甚至空间的磁场都被改变，整个地球都在摇摇欲坠。毁天灭地的能量将其淹没，地球也因此被毁掉了一半。悟饭也因过度疲劳倒了下去。正当比克欣慰地看着儿子时，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：马尔并没有被消灭，只是身体被轰掉了一半，但是他很快就复原了。吸收龙炮之后，马尔的力量再次得到了飞升，这力量简直可怕。他瞬移至悟饭身旁，准备给这个浪神最后一击。比克马力全开，几个瞬移来至身前。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但这样的攻击还不足以打败敌人，他只能带着悟饭去寻找悟空会合。